中秋节当天，我提着月饼去未婚妻林瑶家拜访，不料刚进门就被老丈人出言讥讽。林瑶，看你带回了什么个窝囊废，居然就拿盒月饼打发我。姐，我就说找男人别找废物。我本想告诉他们盒子里装的是别的东西，但林瑶已经挽着别的男人的手向我示威。姜望，我不会跟你这种穷小子在一起的。可当秘书开着豪车来接我的时候，他们全都疯了似的后悔，未婚妻更是哭着求我回来。不过一切都晚了，这拜高踩低的一家人，我从来就不稀罕。中秋当天，我提着一盒月饼敲开了老丈人家门，本想跟他们分享一个喜讯。这月饼盒里装的也不是月饼，而是我精心为了林瑶一家准备的礼物，就是希望今天能正式向她求婚。刚一进门，老丈人左右看了看，眉头紧锁。姜望，你到我家就拿一盒月饼来，你要脸吗？早知道你这么上不得台面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进我的家门。说完，老丈人直接把月饼盒扔在地上。什么狗屁月饼，居然还是散的！拿月饼糊弄就算了，竟然还买档次这么低的！姐，你这男朋友也太穷酸了吧，你就倒贴这样的。听着林耀的嘲笑，我心头一阵怒火。之前仗着小舅子的身份，林耀没少让我给他买东西，小到衣服鞋子，大到电子产品，都是我出的钱。只要林耀开口想要，不出3天就会到他手里。我看向未婚妻林瑶，希望他能帮我说几句话，可没想到他黑着脸，不由分说开始骂我。姜望，跟你我真是倒8辈子霉了，闹成这个样子，你让我怎么在家做人？林瑶，我给你的还不够多吗？就因为这盒月饼你就要跟我翻脸？你付出什么了？这不都是你应该做的吗？看我表姐的老公，哪次回家不是几千几万往家里给？我表妹的男朋友还没订婚，都知道逢年过节提烟提酒，你带盒月饼就上我家来，不是瞧不起我是什么？我正欲解释这里面装的不是月饼，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。瑶瑶，我来了。我转身一看，门外出现了一个男人，带着几盒烟酒走了进来，甚至捧着一束花当面送给了林瑶。我看着这个男人，不禁有几分感觉面熟，可还没等我想起来是谁，刚刚还一脸怒容的老丈人一把推开我，眉开眼笑。白风啊，快来坐，快来坐。只见这位白风一进门就坐进了主位，旁边的丈母娘也赶紧从厨房里端出切好的水果，满脸堆笑，与我进屋的待遇截然不同。看着捧着花，脸上露出幸福红晕的林瑶，我心中隐隐明白了什么。林瑶，他是谁？哎呀，这不过是一个哥哥。你没钱就算了，还不允许别人给瑶瑶献殷勤了。刚刚对我不屑一顾的小舅子也与白风称兄道弟。还是峰哥大气，不像某人送礼都抠抠搜搜的。月饼盒里的东西比这几盒烟酒要贵不知道几千几万倍，可现在这个月饼盒却被如垃圾般扔在一边，被众人簇拥着的只是那几盒便宜烟酒。而白风坐在正中间，左边是老丈人，右边是小舅子，看着我一脸得意。我这才明白，在这场拜高踩低的闹剧里，我是唯一的外人。不想再看这些嘲弄的眼神，我转身离开了林家。可我刚出门，林瑶就追了出来。姜望，你能不能别任性？就这么走了，是不给我一点面子吗？绿帽子都快戴到我头上了，却指责我任性，不给他面子。你看着你娘家人嘲笑我，捧着另外一个男人的臭脚，你给我面子了吗？听到这话，他瞬间软了下来，拉着我的手臂撒娇。都说了只是一个哥哥，我心里当然只有你啊，就委屈你配合我一下，以后我一定什么都听你的。每次只要他朝我撒娇，我都会很没办法。看着他俏皮的面容，我最终还是心软了，舍不得就这么放弃这段感情。想了想，我决定告诉他月饼盒的事。瑶瑶，那盒月饼里面其实……行了，别提这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见他态度坚硬，我心中又冷了几分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。等我们回去的时候，饭菜已经上桌了，毫无疑问，还是白风坐的主位。什么？峰哥你居然入职了江氏集团，那可是 A 市数一数二的集团啊！比起某些没脑子的穷小子，我还是把瑶瑶交给你比较放心。听到江氏集团，我顿了顿。江氏集团正是我们家的家族企业。此刻终于知道看到白风的那几分面熟来自于哪里了。昨天听秘书汇报工作时，给我递过来的新入职人员的名单中就有白风。这江氏集团可不是谁都能进的，也就是我这种高学历才去那边当总经理。瑶瑶，你可要好好考虑清楚，到底谁才有资格拥有你？你年纪小，别到时候被某些穷小子吃了渣都不剩了。林瑶本来准备坐到我旁边，一听到这话，立马转了方向坐到白风旁边，挽着白风的胳膊，一脸崇拜。风哥哥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以后你能带我去江氏集团参观吗？看着林瑶这立马舔着脸贴上去的样子，我暗自冷笑，不动声色给秘书发短信，让他开着最新款的劳斯莱斯来接我。林瑶，既然这么想看，我就让你看个够。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还想跟我比？就算再给你10年，你连江氏集团的大门都踏不进去。白风，以后你娶我家瑶瑶，只要20万彩礼。20万？当初我跟林瑶订婚的时候，可是非要我出50万的彩礼，结果碰上这个白风，直接对半砍。我记得当初林家是非要我拿50万才肯放人吧？你也配跟峰哥比？
峰哥去了江氏集团，可是一辈子大富大贵的命，你这副穷酸样能比得上吗？这是哪门子道理？感情越有出息的人出的彩礼越少，我反而要出好几倍。这林家真是把拜高踩低演绎的淋漓尽致。那是不是来个富少，你林家还要跪着求他们娶林瑶儿？江望，你什么意思？拐着弯说我不要脸是吧？看着桌子上面色各异的众人，我自知不该再待下去，捡起地上的月饼盒，最后问了林瑶一句：这月饼盒你到底要不要？谁稀罕你那破月饼？这里不欢迎你，你爱滚哪去滚哪去。我这才终于清楚，刚刚林瑶的挽留根本不是喜欢我，而是希望看到两个男人为她争风吃醋。既然如此，我何必自降身份在这里找气受？我面无表情点点头，转身想走。慢着，今天这惨了残废，你还没出了。江望，我妈辛辛苦苦做这顿饭不容易，你好意思吃白饭就跑？我看就给你打个折，出个10万吧，不然今天这门你休想出去。小弟弟，这点格局都没有，你还会什么啊？而一旁的林瑶冷眼旁观，丝毫没有想开口帮忙的样子。看着一屋子的妖魔鬼怪，我突然笑了笑。既然这么想吃，就让你们吃个够。我上前直接掀翻了整个餐桌。早翻了，早翻了，竟敢在我家发疯，看我怎么打死你！他上前2步，冲上去想打我，却被酒瓶的碎片划了一下，倒在地上不断哀嚎。来人啊，我腿扭了，快点叫人，我要医药费，要精神损失费。林瑶之前的俏皮温柔不复存在，看着我瞪红了双眼，仿佛想把我吞吃入腹。气氛正僵硬时，突然门口传来了一阵喇叭声，是秘书开着劳斯莱斯来接我了。秘书从车下走出来，白风看见他，眼前一亮。这可是江总的首席秘书，这肯定是看着我的面子来的。我就说公司肯定把我当重点培养，还派江总的秘书贴身保护我。江望，你完了，你得罪我可是得罪了江家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现在跪下来给我求求情，我说不定还可以放过你一马。白风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显然以为天降救兵给他撑腰来了。可秘书压根没接他的话，只是默默站到了我的身后，低头恭敬道：江总，我按照您的吩咐来见你了。下次记得快点。江总怎么可能是个这么年轻的毛头小子？你们糊弄谁了？没想到你作为江总的首席秘书，居然被买通给外人做戏，你真是我们江氏集团的耻辱。我拧了拧眉头，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们压根不觉得我就是江总，认为我只是买通了秘书过来演戏。白风甚至自诩江氏集团的人，开始教育起我的秘书。此话一出，林家其他人也反应过来，纷纷附和。我就说这穷小子怎么可能是江总，还是风格厉害，一眼就看穿了。租辆豪车还真把自己当总裁了，看他这表情还挺入戏。圆圆，你这男朋友不会精神有问题吧？到时候会不会咬人呢？以后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少往家带，传出去真是丢我们林家了人。江望，你没本事就算了，居然用这么低贱的手段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这种蠢人在一起。我没再多解释什么，直接命令秘书，这就是你们招的人，马上给我开除了，永远拉进集团的黑名单。演戏演上瘾了，真以为自己也即变凤凰了，骗骗我们得了，别把自己给骗进去了。我可是有江总的手机号码的，江家黑白通吃，要是让江总知道你冒充他，让你死无全尸。江总，要不您先走，这里交给我来处理。我轻轻推开秘书护着我的手臂，抬眸看着白风。你说你有江总电话？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我现在就给江总打电话，你就等着沉尸海底吧。他一边拨打着电话，一边笑得更加放肆，似乎我死期将至。不出意外的，我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我拿出手机，当着白风的面直接接通。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实的声音和手机中略带电流的声音重合，昭告着一切真相。白风吓得手抖，手机滑落在地，发出一声巨响。林家再也没有刚刚嘲笑的声音，面面相觑，没人敢出声。林瑶也没有刚刚的盛气凌人，苍白着脸，嗫嚅道：你这也不能怪我啊，你自己不说清楚，我还以为我是穷小子，我要是说了，今天还能看你们林家给我唱的这出好戏吗？听到这话，林瑶眼神空洞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半晌，她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找到几分底气，异常激动。你有钱的话，为什么就拿1盒月饼打发我？归根到底，不还是瞧不起我吗？其实你根本是早就想甩了我，才整这么一出来看我笑话。他越说越离谱，想把今天一切的错往我头上推。我笑得苦涩，拿出那个从始至终一直不被人带进的月饼盒，当着林家所有人的面打开。只见那盒子装的根本不是月饼，而是我精心挑选的礼物。从5克拉的钻戒、别墅房产证到保时捷的车钥匙，我甚至还给丈母娘买了近100克的金镯子。今天我原本是想拿着这些东西向林瑶求婚的，可最终我的一腔真心却得到了这样的结局。看到这些东西，林家人倒吸一口冷气，眼睛都看直了。老丈人反应快，拿起房产证笑得合不拢嘴。这可是市中心的别墅，还带游泳池了，住我就给林瑶住，我和你妈住着顶层的套间。小舅子打量着车钥匙，喜滋滋道：
这可是保时捷最新的车型，得好几百万呢。到时候车往别墅一停，我看谁还敢瞧不起我。丈母娘甚至直接拿起了金镯子往自己手上套，满脸的急不可耐。缓过神来，白风也在一旁点头哈腰。还是江总出手阔绰，您跟夫人真是佳偶天成，天生一对。早说不就好了吗？还瞒着人家悄悄准备惊喜。这惊喜，我原本确实是准备给他们的，但这一晚后，我改变了主意。这贪得无厌的一家人，活该穷苦一辈子。瑶瑶啊，你以后可是要做江氏集团总裁的夫人了，到时候我们全家可都跟着你争光啊！到时候也把我搞进江氏集团当个领导混混，我要当总经理。林瑶完全沉浸在成为总裁夫人的喜悦当中，满口答应。我老公可是总裁，这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。老丈人对我也是前所未有的恭敬。女婿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能搬进别墅去？你和瑶瑶的婚事我做主了，你们俩明天就去领证。谁说这些东西要给你们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些都是我的财产，进展事跟你们1分钱关系没有。还有你，林瑶，我也不要了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。江望，我们可是谈了4年啊！放在之前，看见这样的他，我肯定迫不及待就搂在怀里哄了。可如今，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，我何尝不是4年的青春被辜负呢？我吩咐秘书把东西尽快收回来。江总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这说好给我的东西，怎么能反悔来？老丈人还想说点什么，但看我神色冷漠，只好将怒火发在一旁的白风身上。只听见他上前直接给了白风一拳。都是你这臭小子乱说！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都已经住进别墅了。小舅子反应过来后，也加入战斗。白风刚开始还想还手，可最终还是双拳难敌4腿，被揍得鼻青脸肿。再无意参与他们的纠纷，我坐着劳斯莱斯，跟着秘书尽快离开了林家。回去之后，林瑶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发了无数条短信，有祈求的，有卖惨的，有道歉的，无一例外都是想跟我重归于好，继续做总裁夫人。可这时的我，听见他的声音都只觉得厌烦。后来似乎是知道我心意已决，也渐渐消停了。隔天，我刚坐到办公室里，秘书就通知我市场部的白仁清白总监想见我。等进来后，我才发现，这白仁清后面跟着的正是白风。江总，都是我不懂事，竟然让侄子冲撞了您，让您受惊了。看到这场面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白风压根是眼前这位白总监找关系安插进来的废物草包。我什么时候规定了公司还能给个人走后门了？江总，真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以后绝对不出现在您眼前，但求求您不要牵连我舅舅。别呀，这我可担待不起。昨天你不是说要把我石沉大海，尸骨无存吗？听到这里，白仁清再也忍不住，狠狠踹了白风一脚的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居然敢跟江总这么说话？看着不争气的侄子闯的祸，白仁清自知无法挽回，咬咬牙也跟着侄子跪在地上。江总，我知道再怎么做也无法挽回，今天我自请辞职，只求您高抬贵手，能放过我的家人。江家早年黑道起家，近几年才逐渐把生意洗白，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无非是害怕我一怒之下出动黑道势力牵连白家人。白风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可看了看舅舅的脸色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欣赏够了他们2个恐惧的神色，我挑了挑眉，缓缓开口：得罪我就想这么算了？你们白家从今天开始滚出 A 市，别再让我看见你们，以后再让我见到你们一次，整个白家都别想在这混了。此话一出，他们2个脸色惨白。白仁清靠着自己在 A 市打拼多年，才能把白家托举到这个地步，可就因为白风这一个蠢人，让他的努力付之一炬，他如何不气？白仁清狠狠瞪了一眼白风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可我已不想再听，摆摆手让他们滚出去。事已至此，再无挽回余地。白仁清反手给了白风一巴掌，才带着他愤愤离去。这时，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，电话里传来别墅保镖焦急的声音：江总，有位女士自称是您的夫人和老丈人，闹着要我给他们开门。等我驾车赶到的时候，看到别墅前站着的正是林瑶和他的父亲林成刚，他们站在门口，气势汹汹与我安插在别墅的保镖争辩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，连总裁夫人都敢拦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等我女婿一到，你们这群人统统要给我跪着道歉。保镖没见过2人，听说是我的夫人，一下子真被唬住，进退两难。看到我到场后，林瑶底气更足，亲密挽着我的手臂，跟我告状：旺哥，你看就是他们欺负我，居然还拦着我进我们爱的小屋。我看这么不懂事的保镖，干脆全部开除算了。林瑶神态自然，神情亲密，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女婿，你这别墅真不会安排，这里应该规划一个足球场，我儿子最喜欢踢足球，等我以后搬进来，免费给您好好规划一下这块地。我看向林瑶挽着我的手臂，只觉好笑。此时还做着当江氏集团总裁夫人这春秋大梦，未免太过可笑。林瑶，我跟你到底什么关系？轮到你在这里说话了。
旺哥，你说什么气话呢？之前的误会不都跟你解释了吗？别任性了，之后我们还要好好过日子呢。我向秘书使了个眼色，秘书立马领会我的意思。林小姐，请自重，江总的身份不是您可以随便碰的。被当众打脸，林瑶恼羞成怒，上前想给秘书一巴掌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可这巴掌还未落下，就被我眼疾手快拦下。江旺，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帮着其他女人，我算是懂了，你肯定是勾引旺哥的狐狸精，都是因为你才害我当不了总裁夫人。看我今天这个正宫不打死你个不要脸小三！林瑶，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现在在我心里不过就是个提不上台面的前女友而已。蒋旺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是想对我女儿始乱终弃是吗？小心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媒体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蒋总是个什么人。我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威胁。抬眼看着林成刚，我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狠厉。哦，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吗？此话一出，周围的保镖训练有素地围了上来，死死围住了林成刚。林成刚的气势一下子就颓了下去，讪讪道：“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。”看到此情此景，林瑶自知自己没有什么机会，再也顾不上任何面子，跪在我身旁死死抓住我的衣角求我。江旺，我们之间可是有4年的感情啊，你真的要这么狠心吗？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这话如果放在几天前，我不知道会有多高兴，可现在对着他，我只有无尽的厌烦。林瑶仰望着我，泪水弄花了她的妆容，显得尤为滑稽，还是那张曾经如此令我心动的脸，我却居然再也找不回当初的感觉。果然，人一旦沾染欲望，就会变得俗不可耐。我们没有任何可能不对林家动手，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。林瑶看着我，眼中仍旧透露着不甘心，可最终还是被他的父亲拉走了。后来我听说，林瑶因为接受不了落差，辗转几回，凭着漂亮的皮囊，最终嫁给了本地一个富商。可那富商竟不断逼迫她生孩子，美名其曰开枝散叶，最终导致她身材走样，美貌不复从前。他弟弟林耀打着富商的名头在外赌博输钱，被人打断了腿，也损坏了部分脑神经，变成了痴呆，下半生只能在轮椅上生活。他的父母后半生只能守着个痴呆儿子过活。不过，这一切都与我没有太大关系，因为我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爱我的女人，只因我是江旺儿爱我的女人。